你以为麦当劳真的是靠卖汉堡赚钱吗？美国的底层工人对麦当劳有多咬牙切齿？麦当劳又是如何从美国一路走向了世界？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麦当劳的成长之路。1953年，如果你走在芝加哥街头，可能会撞见一个叫雷蒙德·克洛克的推销员。51岁，满身是病，糖尿病折磨着他的神经关节炎，让他步履维艰，连胆囊都已经被切除。不仅身体快要报废，他的财务状况也十分糟糕。遭遇经济萧条，手里的奶昔搅拌机根本卖不出去，半只脚已经踩在了破产的边缘。在外人眼里，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没读过大学，早年当过钢琴手，后来去佛罗里达炒地皮，结果赶上泡沫破裂，赔得血本无归。为了谋生，他只好拿着纸杯和搅拌机，在全美各地的街头小馆子里整整推销了30年。但就是搞推销的这30年，改变了他许多观念。克洛克确实没赚到钱，但他在这30年的走街串巷中，意外修炼出了一项绝技，对整个美国餐饮业的上帝视角。30年里，他推开过成千上万家餐厅的大门。他比任何商学院的教授都清楚，传统餐厅的商业模式就是一场灾难。出餐慢的让人想掀桌子，后厨脏乱的犹如废墟，老板们起早贪黑，利润却薄得像一张纸。他摸透了这套陈旧机器里每一个生锈的齿轮。所以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有价值的，在于你是否时刻保持着学习的态度。克洛克前半生所有的挫败，是命运在暗中强行让他读完了一座残酷的社会大学。他只需等一个契机。1954年，转折点源于一个反常的订单。远在加州圣贝纳迪诺的一家小店，一口气向克洛克订购了8台多轴搅拌机。克洛克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8台机器意味着这家店需要同时制作40杯奶昔。什么样的街头小店能有这么可怕的客流吞吐量？他决定亲自飞去加州看一眼。当克洛克把车停在小店对面的马路上时，他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正值饭点，这家名叫麦当劳的店门前排起了长龙，像蚁群一样密集。但奇怪的是，人群并没有像传统餐厅那样因为等待而焦躁，队伍前进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他走上前，混进队伍，点了一份餐。刚报完菜单，仅仅过了30秒，一份热腾腾的汉堡和薯条就装在牛皮纸袋里，直接递到了他手上。没有端盘子的服务员，没有陶瓷餐具，顾客拿了纸袋转头就走。30秒，克洛克愣住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去餐厅吃顿饭等上20分钟是常态。他亮出推销员的身份，被麦当劳兄弟请进了后厨。推开门的那一刻，这位看了30年传统餐饮乱象的老推销员终于明白了秘密所在。这根本不是厨房，这是一条精密的工业流水线。一个人专门负责把肉饼放上烤架，另一个人用特制的挤压瓶打上分毫不差的番茄酱，最后一个人迅速用纸把汉堡包好。这套被麦当劳兄弟称为快速服务系统的发明，通过砍掉80%的复杂菜品，砸掉所有刀叉盘碟，彻底消灭了对厨师技术的依赖。克洛克突然开窍了，把福特汽车的制造逻辑搬进厨房，这就是解决餐饮业慢、乱、成本高的终极解药。只要把这套标准化的图纸复制到全美，这就是一台轰隆作响的印钞机。但眼前的麦当劳兄弟却是一对安于现状的技术宅，他们早就试过开放加盟，结果加盟商胡乱改菜单、砸招牌，兄弟俩嫌麻烦，干脆收手不干了。看着这座未被开采的金山，克洛克主动提出，粗活累活我来干，你们坐在家里收钱就行。为了拿到这把开启新世界的钥匙，52岁的克洛克只能忍受苛刻的条件。兄弟俩逼他签下了一份几乎是卖身契的合同，克洛克只能抽新店营业额的 1.9%， 其中 0.5% 还要上缴。更致命的是，不经兄弟俩亲笔签字，克洛克无权改变店里的任何一个操作细节，哪怕是调整一台炸炉的位置。签下合同后，克洛克带着图纸回到了芝加哥。麦当劳的整个运营的图纸有了，但钱呢？他当时几乎破产，根本没钱去全国铺开间店。克洛克的做法是经典的推销员思维，先砸锅卖铁造一个样板间，然后拿着样板间去卖麦当劳图纸。1955年，他抵押了房子，掏空了人寿保险，甚至借了高利贷，东拼西凑，凑出了一笔钱。在伊利诺伊州的德斯普兰斯1:1复刻了加州的那家麦当劳，建起了自己的第一家店。这家店当时的赚钱模式就是一个一个去卖15美分的汉堡。开业第一天，生意确实火爆，门口排起了长龙，看着满抽屉的现金，克洛克以为自己要翻身了，但他面临了严峻的问题，问题出在一根薯条上。克洛克严格按照麦当劳兄弟给的配方，连炸薯条的油温、时间都控制得1秒不差，但炸出来的薯条却软塌塌的，像一团湿透的泥巴，难吃得让人想吐。他崩溃了，连夜打长途电话去加州质问，但麦当劳兄弟也一头雾水，我们的配方绝对没问题啊。为了找出原因，克洛克甚至请来了美国马铃薯和洋葱协会的研究员，最后查出的真相，问题出在天气上。加州阳光暴晒，空气干燥，土豆堆在室外吹风，糖分自然转化成了淀粉，炸出来才酥脆。而伊利诺伊州阴冷潮湿，克洛克把土豆堆在地下室，水分根本散不出去。这让克洛克猛然惊醒，快餐不是简单的烹饪，它是一门精密的物理学和化学。任何一个微小的外部变量都会毁掉整个招牌。为了保住味道，他在地下室装上了巨大的电风扇，日夜不停地吹，硬生生模拟出了加州的干燥热风。
第一家店终于站稳了脚跟，也确实赚到了钱，但这单店的利润根本填不满他背后的贷款窟窿，更别提支撑他建立全国连锁的野心。为了快速回血并扩张，他只能抛出图纸，向全美兜售特许经营权。他的条件很诱人，你只要交$950加盟费，你自己去找地皮，自己建房子。店开起来后，我只抽你营业额的1.9%，其中0.5%还得给加州的兄弟俩。但他没钱打广告，怎么让别人来加盟呢？克洛克用了一招绝的，他花重金在这家店门口竖起来2个巨大的、散发着刺眼霓虹灯光的金色拱门。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这个高耸入云的金色 M 就像黑夜里的灯塔，路过的汽车大老远就能看到，而店门口每天排成长龙的队伍就是最性感的招商海报。只要有潜在投资者来考察，克洛克一句话都不多说，直接指着门口排队送钱的人群和轰隆作响的收音机，这种视觉冲击力比任何报纸广告都管用。但他一开始就犯了很致命的错误，他把加盟权卖给了乡村俱乐部的有钱朋友。结果这些富人只想躺着赚钱，根本不去店里盯着，他们雇的经理偷偷往菜单里加炸鸡、披萨，把厨房搞得像猪圈。吃过薯条亏的克洛克气疯了，他立刻意识到有钱人的投资是不受控的。于是他果断调转枪口，专门在报纸的分类广告版面上去寻找那些退伍军人、破产推销员以及拿着一辈子积蓄想翻身的底层中年夫妻。这群人一旦交了加盟费，就等于把身家性命全压在了这家店上。他们雇不起经理，只能夫妻俩亲自穿着制服在油锅前拼命。他们没有退路，如果店倒闭了，他们就得去跳楼。正因为没有退路，他们才会像信徒一样死死遵守克洛克制定的每一条严苛标准。靠着这种专挑底层亡命徒的精准招商，麦当劳像病毒一样迅速在全美裂变出几十家门店。但这种借鸡生蛋的模式很快让克洛克掉进了另一个深渊。虽然门店多，但靠着那1.4%微薄的汉堡抽成，他连总部的电费都交不起。他成了给麦当劳兄弟免费打工的高级马仔，大动脉被人死死掐住。就在公司即将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时，一个叫哈里索恩·伯恩的前银行高管翻开了克洛克的账本。看完账本，索恩·伯恩吐出了那句彻底改变现代商业史的名言：克洛克先生，你搞错了一件事，你根本不是做餐饮的，你是做房地产的。既然卖汉堡的利润被合同卡死，加盟商有时也会有异心，那我们为什么不跳出餐饮的笼子，自己去做地主呢？索恩·伯恩为麦当劳量身定制了一套降维打击的商业模式。首先，成立地产公司，拿着各家门店火爆的财务报表去找银行贷款。其次，用银行的钱拿捏住那些十字路口的优质地皮，盖好标准的麦当劳门店。最后把这家连地带房的店加价转租给想开麦当劳的加盟商。加盟商不再是自己盖房子的老板，而是变成了克洛克的租客，租金按固定底租或营业额的8.5%收取，哪个高收哪个。克洛克不仅获得了旱涝保收的巨额现金流，更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控制权。你不听话，很好，我不跟你扯餐饮合同，我直接以房东的身份解除租约，带着警察让你连人带铺盖滚蛋。商业模式的问题解决了，但克洛克面临着一个更棘手的黑洞：门店里那些炸薯条、煎肉饼的打工人。人是最大的变量，人会偷懒，会停工，会要求涨工资。为了抹平这个变量，他决定把几十万底层员工变成没有思想的肉体机械臂。在传统的后厨里，大厨是绝对的权威，心情好盐就少放点，心情差火就开大点。一旦大厨闹情绪罢工，整个餐厅瞬间瘫痪。克洛克绝不允许自己的印钞机被这种人为的情绪变量卡住脖子。他的解决办法是将人去技能化。克洛克把做汉堡拆解成了白痴都能看懂的流水线，厨房里不需要任何火候把控和刀工绝活。薯条炸多久由风鸣器决定，番茄酱挤多少，按压一次泵头，出来的就是精准的半盎司。他搞出了一本厚达几百页的标准操作程序，详细规定了洗手要洗多长时间，拖地要用怎样的倾斜角度，对顾客要露出几颗牙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毫无经验的16岁高中生，经过2个小时的机械训练，就能完美替代一个干了10年的老厨子。当你彻底丧失了不可替代性，你就失去了议价权。克洛克根本不在乎员工离职，这里的人像流水一样来，像流水一样走。他严防死守工会，只要有组建工会的苗头，他宁可把店关了，也绝不妥协。时间来到1961年，手握庞大地产现金流的克洛克再也无法忍受远在加州的那对保守兄弟。虽然自己已经在全美开枝散叶，但按照当年的那份卖身契，每一次修改菜单，每一次调整设备，依然要看兄弟俩的脸色。为了彻底拔掉这根刺，克洛克四处举债，甚至背上了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硬生生砸出270万美元的现金，买断了麦当劳的所有商标权和特许经营权。作为交易的一部分，麦当劳兄弟保留了他们在老家圣贝纳迪诺的第一家原始老店，但因为麦当劳的名字已经被买断，他们被迫将这块金字招牌拆下，换上了一个稍显滑稽的新名字大 M。 克洛克觉得这还不够，他直接派人在兄弟俩那家大 M 餐厅的马路正对面开了一家气派辉煌、挂着金色拱门的新麦当劳。随后，克洛克利用自己庞大帝国的供应链底牌，发动了毫不留情的价格战。这场对决没有任何悬念，孤立无援的麦当劳兄弟根本无力招架。
没过多久，那家曾经让克洛克惊为天人的原始老店，就在马路对面新麦当劳刺眼的霓虹灯影里黯然倒闭。1965年，麦当劳在华尔街敲响了上市的钟声，首日股价如火箭般蹿升。63岁的克洛克一夜之间跃升为千万富翁。然而到了1972年，他觉得钱赚的还是太少。当时麦当劳正处于疯狂扩张期，全美的门店里挤满了放学后来打工的高中生，这些年轻人填补了系统里最庞大、最底层的劳动力缺口。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会准备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这对普通企业来说可能只是利润稍微薄一点，但对克洛克这种把成本精确到0.1美分的流水线帝国来说，几十万名员工每小时涨几美分，累加起来就是割他一块肉。而1972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正是谋求连任的关键期，他的团队急需庞大的竞选资金储备，克洛克这只老狐狸就是精准踩中了这个节点，把25.5万美元的巨额现金送进了尼克松的连任竞选金库。这笔钱的回报相当丰厚。到了1973年，当国会通过全面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并递交到白宫时，克洛克联合其他快餐巨头和零售商雇佣了庞大的游说团队，在华盛顿穿梭，试图推动在最低工资法案中加入一个特别条款。这个条款的内核透着彻骨的冰冷，美国应该允许雇主向18岁以下的年轻人和全职学生支付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20% 的时薪。克洛克的游说逻辑冠冕堂皇，年轻人没有经验，如果非要给他们发全额工资，那我们只能不雇佣他们了，这会导致青年失业率飙升。但底层的真相是，在麦当劳的流水线上，一个16岁的年轻人和一个30岁的成年人炸出来的薯条一模一样，既然创造的价值一样，他为什么不把成年人开除，全部换成合法的廉价未成年劳动力呢？事情的发展起初完全按照克洛克的剧本在走。1973年，美国国会两院终于通过了全面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结果，拿了克洛克巨额现金的尼克松总统竟然真的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了总统否决权，一票否决了这项关乎全美劳工生计的法案。他的理由正好和克洛克的游说词如出一辙，这会引发通货膨胀，并导致年轻人失业。这一刀切下去，全美舆论炸锅了。敏锐的媒体和愤怒的劳工组织顺藤摸瓜，挖出了克洛克那笔25.5万美元的政治现金。劳工联合会和多位参议员直接在国会山开骂，将这种试图剥削年轻人的条款钉死在耻辱柱上，并公开将其嘲讽为麦当劳法案。这桩丑闻让麦当劳的品牌形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人们震惊地发现，那个在电视广告里冲着孩子们微笑的麦当劳叔叔背后，站着一个为了压榨未成年人时薪，甚至有能力操控美国总统否决权的冷酷帝国。表面上看，1972年到1973年那场风波里，在全美工会和媒体的狂轰滥炸下，那项明目张胆的条款确实流产了。政客们为了选票和脸面，不敢顶着滔天民怨强行通过。但你千万别低估了资本的韧性。克洛克和整个美国快餐零售联盟并没有收手，只是换了个更隐蔽的玩法，明着抢不行，那就暗着熬。他们持续不断地在华盛顿游说，用水滴石穿的功夫去渗透那些制定规则的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今天去翻翻美国的公平劳动标准法，里面赫然躺着一个叫青年最低工资的条款。法律正是允许雇主在雇佣20岁以下的年轻人时，在最初的90天内支付一个远低于成年人联邦最低标准的时薪。目前美国联邦最低时薪是 7.25 美元，而这个青年工资可以合法压低到 4.25 美元，几乎打了对折。当年那个被全美痛骂的麦当劳法案，只是换了一身名叫青年培训期的漂亮外衣，最终还是被合法的写进了美国的国家法典。政客和资本的官方说辞十分冠冕堂皇，年轻人刚踏入社会，什么都不懂，头3个月需要企业花成本去培训他们，因为这期间他们不能提供全额产出，所以少发点工资当做学费，不仅合理，还能鼓励企业多招年轻人，解决青年失业问题。但放在美国麦当劳的语境下，这简直是个让人后背发凉的黑色幽默。炸薯条靠听蜂蜜器，挤番茄酱靠按压电量泵，一个毫无经验的高中生培训2个小时就能完美上岗，像机器一样精准运作。在这里根本不存在需要耗费90天去学习的技能。要知道，快餐行业底层的离职率常年超100%，很多高中生和大学生来打工，就是为了赚个零花钱，干个暑假或者寒假就走。90天刚好完美覆盖了一个年轻学生打假期工的完整生命周期。克洛克没有发明什么美式快餐，他发明的是一种绝对控制权。他用地租控制了加盟商的咽喉，用秒表和蜂鸣器控制了打工人的肉体，用青年培训期的文字游戏控制了法律的边界。他向全人类展示了资本应该要如何运作，才能做大做强，甚至再创辉煌。后来麦当劳能把旗帜插满全球，靠的是一套变色龙战略。克洛克定下的质量、服务、清洁、价值4大法则，在地球任何角落都不允许走样。你在纽约、巴黎或是印度吃到的薯条炸制时间、肉饼核心温度参数几乎一致，但涉及到当地文化和法律，这条霸王龙瞬间就会变成圆滑的泥鳅。比如在日本，为了迎合当地人对酱汁的偏好，麦当劳顺势推出了照烧猪肉堡，大获全胜。在视牛为神圣、视猪为不洁的印度，麦当劳直接掀翻了自己的老本行，硬生生搞出了全素的麦王汉堡和鸡肉巨无霸。克洛克在美国老家严防死守工会，遇到组建工会的苗头，露头就打。
并且美国麦当劳长期奉行按最低标准给钱的策略，员工薪资基本紧贴联邦或各州的最低时薪线。更要命的是，美国快餐业几乎没有工会保护，员工个体面对庞大的跨国企业，议价能力为零。但美国麦当劳一旦开到了德国，麦当劳不仅被迫承认工会，还得受制于行业集体谈判协议。这意味着麦当劳必须跟工会坐在谈判桌前，敲定每年的涨薪幅度、夜班补贴和节假日加班费。在联邦层面，美国是少数没有法定带薪产假、带薪病假和带薪年假的西方发达国家。很多麦当劳底层兼职员工手停口停，生病了，如果不上班，今天就没有收入，更别提什么带薪去度假了。而在德国，一个麦当劳员工不仅享受法定的带薪病假，通常最长可达6周，由雇主支付全额工资，还拥有每年至少20到24天的带薪年假。麦当劳如果敢违法这点，面临的将是天价罚款和直接关店。在美国，绝大多数州实行随意雇佣制度，经理今天看你不顺眼，或者觉得最近利润低了，想缩减开支，明天就可以让你收拾铺盖走人，没有任何遣散费。而在德国，只要员工过了试用期，企业想无故开除一个员工比登天还难。更绝的是，德国企业内部通常设有劳资委员会，由员工选举产生。麦当劳想开除某个老员工，或者想修改排班制度，必须先经过劳资委员会的同意。看到这里，你就彻底明白了资本那套水无常形的生存哲学。在自己的老家美国，面对一盘散沙的底层，麦当劳重拳出击；但到了其他国家，面对带着法律武器和工会撑腰的劳动者，他们就必须收起獠牙，老老实实的遵守规则，按时发放带薪假，按规定交社保。 A big and tasty for just $1? How do you do it? What's your secret?